这一节课呢，带大家简单讲讲咱们的临摹如何往原创，去进行一个转变啊。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原创这个东西，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凭空想象啊，并不是绝对的凭空想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画画的时候，你肯定是需要找参考的啊。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之后约稿了，甲方让你去画一个那个就是哥特风格的那种就是衣服那种角色，那你肯定是要去找，比如说你去搜索哥特风格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然后你通过对就是很多哥特风格的这种参照的一个了解，咱们能够很好的去对这个风格进行模仿，然后我们把就是其中参考的元素给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画作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原创形成的过程啊，原创形成的过程。找参考这个事，大家一定不要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找了别人的参考是吧？我参考了一些就其他的东西，那我这个就不算原创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啊，原创是绝对不是完全凭空想象的，是吧？那人的那个脑子是有限的，就比如说甲方让你去画那种国风，是吧？让你画国风，然后你下一个甲方可能让你去画那种什么，就是国潮，是吧？画那种国潮，再到下一个甲方让你去画那种韩系，是吧？韩系的风格，是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不可能说就是你是绝对的对任何的一种就是这种东西全都能够凭空想象，是吧？那再到下一个，人家让你去画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女仆装是吧？那么女仆装，它又在你这个上面去画一些那种宝石呀什么的，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全靠凭空想象，那是我就是怎么说呢？那真的是这一幅画你就别画了，真的这一幅画你就别画了。很多宝它会有一个误区，它就是说，哎呀，我参考了别人的作品是吧？我参考了就是人家已有的一些元素啊什么东西的，我这就不叫原创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一定不要有这样的思维误区啊！就是你通过别人的参考，就是去借鉴一些就是你觉得有用的地方，然后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是原创的过程啊。咱们临摹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咱们临摹的话，就是把它原有的它的一些，比如说宝石啊，它的一些肌理质感去给临摹过来，然后套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还有比如说就是人物动态是吧？就比如说你画一个那种在跳舞的人，咱们去搜一下人体是吧？然后你发现你的上半身画好了，你上半身画了一个就是在就是比如说咱们以这张图为例，你上半身你画了一个这样子的动作，但是你下半身呢，你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刚好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参考，你觉得这个下半身能够很好的去贴合你的上半身去进行一个创作。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就是你的上半身是用了一张图的参考去做的，然后下半身呢就是用了另外一张图的参考，去融合，形成了你这张人体的一个动态，是吧？因为就是人体动态呢，包括其他的各个东西的参考，就是其实都是咱们通过对就是已有的信息啊，咱们去搜集，然后搜集完了之后，咱们把就是需要用到的东西进行一个汇总，然后提取其中我们需要的部分，最终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作品。那就比如说，这边的话 ，Chris 要去画一个什么东西呢？刚刚提到是哥特是吧？那我们现在就画一个那种时装周很时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搜时装周是吧？包括很多咱们的那些就是大佬呀，他们做原创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搜时装周。是吧？那种游戏例会啊，游戏设计，他们都会去搜时装周。你看，就比如说这种衣服是吧？这种衣服它就很好看，它就很好看。那么你在自己做设计的时候，你就可以参照这个衣服的设计。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放大，你觉得这个腰带它的一个设计很不错，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腰带通过临摹的方式借鉴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以此为参考，是吧？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吧？你看这个。像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耳坠，这个耳坠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美感。那你在画的过程中，你可能没有美感了，但是你看到了这个耳坠之后，你就可以以此为你的就是参考物，
通过就是临摹的方式把它给就是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因为咱们临摹呢，它肯定是对咱们的物体就是怎么说呢，进行一个就是描摹嘛，就是把它给相当于一种就是另类的复制嘛，另类的复制。那么在咱们做原创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把就是临摹这个就是复制的过程进行一些转变，是吧？我们参考其中的元素进行提取，然后形成自己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觉得就是，哎呀，我去找参考啊，我去临摹了别人的一个东西，就是是吧？就是好像天大的罪过，这就不叫原创一样，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思维误区啊！再厉害的大佬，他去画各种不一样各种就是风格，就不同种类的风格的时候，他也是需要去找对应的参考，才能够就是画出来这样的原创作品的，而不是说真的就是什么元素就是谁都是就是绝对的啊，凭空想象，那不存在啊，不存在。就比如说，你这个画一个性感女郎，那么这个时候，你找到了一个，这个衣服的话，它就可能很好看，是吧？就是你一看这个衣服，你觉得这个设计不错，你就可以提取其中的元素，就比如说，它的胸部，你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元素去给它提取出来，是吧？下面的裙子，你可以不用就是全都按照这个去，是吧？你下面的裙子，你可以再去找，是吧？然后找着，你说不定就比如说，你看这张，你觉得下面的裙子你这样画，你觉得好看，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它上面的跟下面的，它是就是你通过提取不同的参考物，然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设计啊，形成了自己的设计。所以说，咱们通过临摹到原创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找参考的过程啊，找参考的过程。但是呢，在咱们的原创之前，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啊，就是临摹的能力一定要先过关啊，一定要先过关。然后呢，平常看到就是那种好图呀什么的，一定要学会去把它保存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到了。就比如说 Chris， 我在就是老师在这边去看图的时候，我平常在就是闲着没事我在这边看各种美图，是吧？看各种美丽的图，然后我一看，我刷到这个衣服的造型很不错，是吧？那我就把这两件衣服的造型给它保存下来。就比如说它背后的这个脑袋后面的这个就是头饰啊，脑袋后面这个头饰。是吧？说不定你哪天你在想设计一个什么元素的时候，这个就能够帮上用场。所以说，就是咱们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看的图呀、美图呀什么的，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去把它给保存下来，防止之后找不到啊，防止之后找不到，是吧？咱们就是画画的，就是作为画师呢，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图库啊，一定要有自己的图库，是吧？就是平常看到什么美图，一定要学会存下来，是吧？存下来之后，你到时候，你实在就是灵感没了，说不定你看到自己的图库，你就能找到灵感。我就再比如说这个，你看这两件衣服的话，它其实就很有设计感，能看出来吗？包括它的一个鞋子啊什么的，是吧？你看这个裙子，是吧？这个裙子的话，当然它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跟这个渔网可能不太配。那么这个裙子的造型它本身是很好的，包括它这个就是外层的话是这种布，然后内层的话是这种就是就是那种纱布质感的那种，就是一层又一层。这个裙子啊就显得非常的蓬松且俏皮。那么就是可能说我看上了这个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但是它的腿部呢，我觉得不够好看，那我就再找其他的参考，是吧？我就让不同的就是我觉得好的那个就是参考的部位，就是我把它做一个结合，是吧？就比如说它这个我在画裤子的时候我不会画，但是我看到这个裤子的元素，你看这个很好看，是吧？就比如说你在画一个那种就是叫什么来着？你画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就是旗袍啊，旗袍。但是你就是思来想去，就是死活找不到，就是能让它的一个裙摆看起来很好看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衣服的，就是裤子的它的这个尾部的这个尾摆，这个下摆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去运用到就是你画的那个旗袍当中啊，旗袍当中。是吧？然后跟你那个旗袍结合起来，就是那说一句实在话，你这个画，你这个原创做出来之后难道有人会说啊，你这个就是盗窃，你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的，是吧？那不存在，不存在的。大家一定要捋清楚一件事啊，就是找参考呢，是咱们就是把通过临摹别人的参考提取它就是这张图当中我们需要的元素，然后融入到自己的就是画作当中啊。这个事也是就是这一小节课 Chris 要一直给大家说的一件事啊，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那种就是思维误区，就是觉得我找参考了，是吧？那我就是在仿照别人的东西啊，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就比如说你画那种，就是人家让你画一个那种场景插画，是吧？带人物的场景插画，然后这个风格呢是古风的一个元素。
那你的那个建筑，是吧？古风建，但你这个就是背后人家让你画一个那种小宫殿啊，这种什么类型，那你就是在画的时候，你说一句实在话，能完全想象出来就是那个古风建筑什么样子，那肯定需要找参考的，对不对？你看网上就有很多这种古风建筑的参考，你说你去找几个参考去把这个做一个就是融合型的自己的作品，难道人家会就是过来跟你说啊，你这个到剽窃我的这种参考，就是那个建筑是吧？就是没有人会这样的，没有人会这样的，是吧？但是你也不能就是纯抄啊，你也不能纯抄是吧？就比如说就是刚刚 Chris 说的，就是有一些那种时装周啊，或者说别人的一些好的那种画作，就是比如说这个，你也不能纯粹的你从上到下就是全都临摹下来，就是说这是我做的设计，那这个也太夸张，这个太夸张了，不要这样，那也不要这样是吧？参考是可以参考，我们参考提取它就是需要的元素到自己来，你不能就是一整套全抄别人的设计吧，是吧？那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就不行。然后呢，这一节课呢，就是差不多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咱们这个从临摹到原创的一些这种技巧啊、心得啊之类的啊。大家之后去做原创的时候呢，就可以就是有了一个就是 Chris 老师讲了这些啊，你以后再去找别人的参考的时候，就不会有心理负担了，就觉得啊我在抄别人的作品不存在啊不存在。只要你不是就把人家这个抄的就一上到下全都给他抄下来是吧？你去借鉴一点人家就是你需要有用的内容，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完全没问题的。好，这一节课呢就差不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宝子们拜拜。